just wanna have fun, clap my hands, turn around now and dance, dance, dance. I just wanna have fun, clap my hands, turn around now and dance, dance, dance. I just wanna clap, clap, turn around, dance, dance, dance. I just wanna have fun, turn around now, turn around now. I just wanna have fun, turn around now, turn around now. I just wanna turn around and dance, dance. 嗨，我是钟医师。在我们今天开始蝴蝶垫铺的疗程之前，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呢？产后妇女跟更年期妇女常常会遇到漏尿啊、干涩啊，还有心房会疼痛的这些状况。如果你有反复性的阴道发炎的话，都可以经由蝴蝶垫铺来达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老化，还有我们的怀孕生产造成的。因为有荷尔蒙变化，所以我们阴道会变得比较干涩。那因为生产造成骨盆底破坏、损伤，进而造成松弛的这个问题。我们的蝴蝶垫铺是安全的3级垫铺组成的，它的作用的深度是3到5 mm， 经由温度的加深，达到改善松弛的一个效果。如果还有其他有关于蝴蝶垫铺的任何问题，都欢迎你来到贝尔戴美学诊所，我们会给你最专业的意见哦。嗨，我是钟医师。在我们今天开始蝴蝶垫铺的疗程之前，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想要问我的？完全是由专业的女医师团队，会1人1间房间，兼顾客人的隐私的问题。机器是由台湾、美国双认证，在安全上没有任何的疑虑。它的探头也是单一次使用，没有卫生上的疑虑。因为它是非手术性也非侵入性，所以没有任何术后需要恢复的时间，要逛街啊、运动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台机器它有自动温度的调控系统，整个施打的过程中其实是不需要麻醉的，所以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哦。那如果你还有任何关于蝴蝶垫铺的问题的话，都欢迎你随时来到贝尔戴美学诊所，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建议。嗨，我是钟医师。在我们进行蝴蝶垫铺的治疗之前，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如果你是咳嗽啊、打喷嚏啊、肚子用力大笑就会有尿渗出来的话，就是属于我们这样的应力性尿失禁，蝴蝶垫铺会有改善的效果。我们蝴蝶垫铺的疗程啊，在阴道里面是40分钟，那在外阴部的地方是10分钟，再加上前置准备的工作，整场蝴蝶垫铺的疗程大概需要快1个小时哦。我们蝴蝶垫铺施作完之后呢，2周开始有感，1个月之后开始有明显的效果出现哦。半年到1年之后再考虑进行下一次，当做我们的年度保养哦。如果今天还有任何关于蝴蝶垫铺的问题的话，都欢迎你随时回到贝尔戴美学诊所，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建议哦。嗨，我是钟医师。在我们今天进行蝴蝶垫铺的治疗之前，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基本上我们做完就是蝴蝶垫铺的1周左右，可能会有分泌物比较多的状况，所以建议1周之后分泌物比较少，再开始进行性行为。居动椅它其实是需要多次的疗程进行的，而且它没有办法直接作用在阴道。微微垫铺它其实是单级的垫铺，费用相对高，所以我会比较推荐蝴蝶垫铺。我们生产完之后呢，基本上只要2路结束，就可以开始考虑进行蝴蝶垫铺的治疗了。它并不影响妇女哺乳，所以也不用担心喂奶的问题哦。那今天如果还有任何关于蝴蝶垫铺的问题的话，都欢迎你随时回到贝尔戴美学诊所，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建议哦。嗨，我是钟医师。在我们今天进行蝴蝶垫铺的治疗之前，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呢？我们的蝴蝶垫铺呢，可以同时搭配私密处的美白跟私密处的除毛一起进行哦，那可以一次给我们的女性的私密处一个最全方面的呵护哦。因为蝴蝶垫铺呢，它可以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所以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干涩跟松弛。如果你目前正在怀孕中，或者是正在月经期间生产完还有恶露的这些女性，正有阴道感染或者是骨盆腔发炎的，建议进行治疗之后再来操作蝴蝶垫铺。如果你还有对蝴蝶垫铺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你随时回到贝尔戴美学诊所，我们会给你最专业的建议哦。嗨，我是钟医师。在我们今天开始蝴蝶垫铺的疗程之前，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
我们完全都是由专业的女医师的团队来做操作的，所以我们是1人1间房间，给每一个客人做隐私性的保护，而且每一个人的探头它都是真空包装，不会有卫生的疑虑。针对蝴蝶电波这样的治疗呢，产后妇女还有我们的更年期的妇女都非常适合来进行这样的疗程哦。因为产后妇女跟更年期妇女常常会有的症状就是漏尿啊，还有干涩啊、心房会疼痛这些问题，都可以经由蝴蝶电波来达到非常好的治疗哦。如果说有反复性的阴道发炎的话，也可以借由蝴蝶电波来达到非常好的改善。好，欢迎光临。我们的蝴蝶电波呢，它是用安全的3级电波的原理，达到就是局部加温的效果，作用的深度有达到3到5 mm， 效果行动非常好，而且具有安全性的。我们蝴蝶电波整个的施打过程中，只会有温温热热的感觉。那我们这台机器它其实是有自动温度的调控系统，所以温度不会过高，烫伤我们的客人，也不会过低，可以维持一样的治疗效果。所以整个的施打过程是不需要麻醉的哦。我们蝴蝶电波的疗程在阴道里面是40分钟，那在外阴的部分是10分钟，那加上前置准备的动作，大概整场会将近1个小时哦。我们做完蝴蝶电波之后呢，2周就会有感，1个月之后开始有明显的效果出现哦。做完1次之后，这样子的疗效大概可以维持6到12个月，之后再做下一次的保养，这样就可以了。基本上居动仪需要多次的疗程，而且它没有办法直接针对阴道下去做治疗。微微电波呢，它是单极的电波，那它作用的深度其实是相对比较浅的。那而且微微电波的费用很高昂，跟蝴蝶电波比起来呢，蝴蝶电波它的 CP 值比较高，而且作用深度也比较深。基本上生产完之后，只要恶露干净了，大概在1.5个月到2个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蝴蝶电波的治疗了。基本上蝴蝶电波的治疗并不影响哺乳，所以不用担心会对哺乳产生任何的问题哦。我们的蝴蝶电波的治疗呢，可以在同一次的疗程再加入私密处的美白，还有私密处的除毛，那可以一次给我们的女性朋友的私密处一个最全方位的呵护哦。针对怀孕的妇女，还有目前正在月经期间的妇女，还有我们产后还有恶露量的这些女性，就是目前正在阴道感染中，或者是说骨盆腔感染的这些女性，也不适合现在马上操作蝴蝶电波哦。那如果你今天还有任何关于蝴蝶电波的问题的话，都欢迎你随时来到贝尔黛美学诊所，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意见哦。有缺牙就要补，有牙齿的人比没有牙齿的人活得更久。现在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所以人家说有牙齿咬合的咀嚼回馈活动影响到脑部，比较不容易帕金森氏症。就年轻人来讲的话，你缺牙会造成旁边牙齿失去预告，会倾倒，会容易有咬合性的牙周病伤害，旁边牙齿会掉得更快。微创植牙就跟那个心导管术式一样，科技在进步，医学也在进步。心导管术式那个以前是用开胸，现在用那个从大血管装，所以牙科也要进步啊。就以前要做很多次的大手术，2、3次长时间来完成，现在利用微创术式植牙、拔牙、补，同时一步完成。传统植牙会失败的原因，最主要就是因为骨头有大范围的缺损，你要先补。可是你补骨之后，传统术式要加再生膜，它就是个感染源，所以很多植牙失败就是感染造成。而且你要多次手术，你越多次手术，会发生感染几率自然就越高，失败率就增加。而微创术式是一次完成，它几乎不放再生膜，所以它那个经由再生膜造成感染的几率就没有。微创植牙跟传统术式最大的差别，传统术式你门牙植上去之后就要等空窗期，有等1年，骨头长好才能接牙套。而微创植牙，我是用一种有很强的初级稳定度的一种植体，它植上去之后，马上就可以装临时牙套，在美观上没有问题。传统的术式有些禁忌，甚至说有些对病人有要求，而微创植牙对病人没有任何要求。我目前植牙最高的年龄是直到85岁。因
因为伤口小，手术时间非常短，所以在一些严重的糖尿病的病人或者骨质疏松症的病人都可以治。高血压有吃药的病人可以不用停药。牙周病要先治疗才能植牙，传统的术式是药，而微创植牙你就同步一起处理就好。像有的牙周病很严重的病人来植牙，伤口打开来，植体放上去，同步处理就好。齿槽骨高度不够也是可以植牙，或是鼻窦骨缺失，现在有一种新的植体叫做鼻窦植体，鼻窦底骨小于1个mm的，也可以马上植牙上去。这是鼻窦模型。是鼻子、牙齿。传统术式你要鼻窦开创，就是牙龈线很大，这边挖一个洞，把骨头跟鼻窦黏膜顶开，补上去。伤口越大，感染的风险就越大。而用鼻窦植体，就是从原来的牙齿的位置就钻个孔，鼻窦植体就碰上去，不用像传统术式要开这么大的伤口，所以它几乎没有感染的风险。我会放弃传统术式，改用微创植牙，最主要是病人的恐惧。很多病人他植完一次之后，下次别颗位置又在植牙，病人会说上次那个术式吓到，有点不太敢再植。所以说，我想要改变术式，让病人比较不肿痛。而应用微创植牙之后，很多病人是一直在植，他植了这颗之后，甚至过1个月、2个月，或者更快，甚至第2天说我别颗想要再植，就跟传统的术式差别一下就出来。病人几乎没有什么恐惧感。微创植牙的费用其实比传统植牙的术式的费用一般来讲其实会比较低，因为传统术式你要花2次、3次的手术，2次、3次都是费用。微创植牙只有1次，所以你只有1次的费用。在伟尼牙医做微创植牙跟别的诊所的差别，就是很多病人有去别家诊所咨询，都说要2次到3次手术，大概2年完成。而我这边呢，就1次手术，半年之内就完成。在植牙之前的话，会先跟你讨论说你的需求在哪里，你想要口腔需要恢复到什么健康状况。那我们第一个最基本的检查就是先口内检查，然后基本的根尖 X 光检查，然后环口 X 光片检查，然后最重要的是电脑断层，因为电脑断层才能够判断出说你的骨头剩多少，比如说离鼻窦还有多远，离神经距离还有多远，最不会伤到鼻窦跟伤到神经。我在台湾已经教过很多课，举办过很多次演讲，很多医师听完之后反应非常热烈，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说植牙可以做到这样，就跟传统术式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传统的植牙因为大家都听多了，就这样子而已。会知道微创术式的医师其实不多，目前台湾有能力做微创植牙术式的医师也不多，所以我开这个课跟演讲的时候几乎没尝得到。我植牙已经24年，而应用微创植牙是大概3年半。我3年半来大概植了500多颗植体，目前失败率是0%，成功率100%。